这位美女特工被德军扒光了衣服，见她不肯就范，德军又将她的头按在水中，看着她不断挣扎不肯屈服，竟残忍地将她的指甲一根根掰下。与此同时，4名身怀绝技的女特工正赶来营救。1940年，德军绑架了一名英国地质专家，这名地质专家是英国派出的卧底，手上有诺曼底的德军布防图，对英国军方具有重要意义。因此，为了营救地质专家，英国将军决定组建特工小组，由皮埃尔担任小队的队长。第一位成员玛丽乔装打扮，潜入地质专家所在的医院，和专家取得联系。第二位就是队长皮埃尔的妹妹苏菲。第三位成员是妓女朱莉，因工作时杀死客人被捕入狱。小组需要这样杀人不眨眼的人。皮埃尔以无罪释放为条件，顺利说服朱莉为军方效力。第四位成员是爆破专家盖尔。最后一位成员是苏西，他曾瞒着家人偷偷去往巴黎，和一名德国军官私会，并缔结婚约。以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为威胁，皮埃尔顺利说服苏西加入。临行前，将军提醒他们，对手海因里希曾在反间谍机构任职，一定不可轻举妄动。小队集结后，分发新的身份证件，随后乘上飞机空降诺曼底。苏菲乔装为护士和玛丽会合，不料海因里希也来到了医院。更为巧合的是，海因里希就是苏西的未婚夫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苏西只能暂不参加行动。此时，海因里希正拷打地质专家，惨叫声引来了苏菲和玛丽。情况不容乐观，小组立即展开行动。朱莉和苏西假扮表演者登台，吸引了德国的士兵的注意。苏菲开枪打死门口的看守，配合玛丽解救地质专家。随后，特工们戴上防毒面罩，释放毒气弹，抬走地质专家，在一片爆炸中乘卡车离开。逃离后，大家都以为行动成功了，于是放松了警惕，有说有笑。这时，地质专家却写下文字：海因里希已获悉了凤凰计划，让特工们务必要杀掉他。情况有变，特工们必须转到巴黎。这时，德国士兵顺着线索追来，皮埃尔为掩护小队，中弹被抓走。失去了队长，女人们产生了分歧。朱莉只想拿钱回国，盖尔斥责她没有国家荣誉感。就在众人喋喋不休时，一名士兵的呼喊令他们屏息凝神。苏菲出门查看情况，被一名埋伏的士兵按住。苏菲不断挣扎，刀尖却越来越近。好在其他人一枪解决了士兵。皮埃尔被德军带到了巴黎，受到了海因里希的严刑拷打，但他守住底线，什么都不肯说。列车上，特工们前往巴黎。苏菲突然在列车上晕倒，被德国军医查出怀有身孕。消息一出，犹如一声惊雷，让苏菲的心里起了变化。她的丈夫前不久死于战火，肚子里的孩子成了唯一的亲人。但为了被德军抓走的哥哥，她必须继续九死一生的任务。到站后，特务们分头行动。苏菲和苏西在军医的帮助下顺利通过关卡。朱莉也通过花言巧语涉险过关，但盖尔就没那么幸运了，被德军带到海因里希面前，脱去衣服，吓得小便失禁。在德军撬指甲的酷刑下，盖尔立马服软，说出了行动地点。好在特工们已通过暗道离开，不过武器却被德军搜了出来。放走他们的校长被直接杀死。监牢中，皮埃尔问盖尔为什么没服毒。行动前，他给每个人分发了毒药，要他们遇到紧急情况自杀。见盖尔自己下不了决心，皮埃尔只得亲手处决他，避免他泄露更多的情报。不料叫声吸引来了德军，皮埃尔被德军直接拖走。海因里希劝盖尔交代所有，可以马上还他自由。盖尔又是毫无意外的服软，交代了所有的行动地点。这时，玛丽和苏西找到埃迪，此人曾是苏西和海因里希的中间人，可以帮苏西找到海因里希。他们计划以未婚妻苏西为诱饵，吸引海因里希前来趁机暗杀。但面对曾经的亲密爱人，苏西始终下不了决心，甚至要割腕自杀。苏西说，她爱的不是纳粹，而是一个德国人。最后，在苏菲的劝解下，苏西终于平静下来，同意了计划。特工们按计划来到地铁站，德军则放出盖尔充当诱饵。原本一切计划有序进行，海因里希却提前看到了苏西。就在他冲到站台招呼苏西时，车上的玛丽准备开枪射击，不料被埋伏的士兵先一步发现，随后被乱枪打死。
事态紧急，苏菲立即调整位置，一枪击中了海因里希的耳朵，但在出战时被德国士兵抓住了更重要的人物苏菲，德军带走盖尔，直接处死。愤怒的海因里希质问埃德，为何会和未婚妻出现在站台，便要约时间和苏西见面。随后，德军对苏菲施展暴行，两人按住她的头压入水中。看到不断痛苦挣扎的妹妹，皮埃尔终于顶不住了，说出了行动计划。海岸上的水泥是空的，作战时可以连座浮桥登陆。获悉了如此重要的情报，海因里希要立即上告隆美尔。为了获得上级的信任，他必须亲自带皮埃尔去柏林。这天，按照与海因里希的约定，苏西一身红裙来到酒店，朱莉扮作仆人帮他藏好枪。但在举枪面对未婚夫的时刻，苏西终究没有下定决心。两人在一段缠绵悱恻之后，出来的就只剩苏西的尸体。未婚妻被特工利用，海因里希十分气愤，临行前要把苏菲带去集中营。得知自己要被带去柏林会见隆美尔，皮埃尔担心自己顶不住，先一步用小刀割喉自尽。卡车在运送苏菲的半途被朱莉和2名线人拦住，顺利劫走了苏菲。在与苏菲热切的拥抱中，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似乎感受到了温情。得知海因里希依旧要前往柏林，苏菲和朱莉乔装来到火车站，朱莉果断开枪打死1名士兵，吸引了其他德军的注意力。扮为德国女兵的苏菲趁机过卡，一枪解决了海因里希，随后消失在了迷雾之中。不久后，诺曼底登陆战爆发，得益于苏菲等情报人员的努力，凤凰计划顺利开展，法国解救。战后，苏菲在军事医院担任护士，继续为国家做着自己的贡献。当情报人员送来朱莉惨死的照片时，苏菲悲伤的情绪一下奔涌而出。或许人们不会想到，这决定2战走势的关键一战背后会由一个临时拼凑的小组撑起，会有5个身份迥异的女人撑起。而现在，他们只剩苏菲一个人了。听到德军签署投降协议的消息，苏菲却不知该哭还是该笑。一切心酸，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。